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皮。上次在盘点小智手里最弱的宝物时，我竟然把煤炭龟给忘记了，真是 sorry 啊。今天我就出一期视频，专门讲一下煤炭龟吧。小智煤炭龟初登场于 AG 58集，小智等人在钢之谷遇到了他。煤炭龟来这里目的是想要击败当地老大大钢蛇，在小智帮助下，他使出过热打赢了大钢蛇。于是他非常感激帮助他的小智，在小智邀请他入队后，他竟然激动的哭了。下面就盘点一下煤炭龟的一些战绩吧。第一场为此千里 ，AG 70级，小智来到成华市的挑战小妖的老爸千里，规则是3对3的挑战赛。小智先派着皮卡丘，千里拉出的是奶人翁。虽然奶人翁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，却能够轻松躲开皮卡丘的招式，并且用自己的节奏屡屡让皮卡丘受伤，对皮卡丘完全无法招架。于是小智不得已换下皮卡丘，拉出了煤炭龟。煤炭龟使用强大火焰技能，瞬间就秒杀奶人翁。注意啊，是一击必杀哦。千里于是拿出第二只宝可梦过动源，过动源的速度和输出都更上一层楼，能够轻松躲开煤炭龟的过热，然后一发波打干掉煤炭龟。为此制奶 AG 127级，小智进行风云联盟挑战赛，入围赛采取2对2的双打对战，对手是热带龙和吞食兽。小智这边除了煤炭龟之外，还拿出了龙虾小兵。面对热带龙的高空输出，煤炭龟和龙虾小兵使用铁臂和硬邦邦强行挡住了。热带龙见效果不好，反手使用热暴风吹向煤炭龟，煤炭龟也不甘示弱，一发喷射火焰给热带龙造成重创。见效果很好，小智本想让煤炭龟使用过热结束战斗，可是没想到热带龙竟然躲开了。热带龙于是打算使用日光束，因为这个招式需要蓄力，所以小智只用龙虾小兵和煤炭龟不断进行攻击。但没想到热带龙竟然撑住了，然后顺利使出了日光束。不得已之下，小智让煤炭龟使用过热对波，最终双方都受到致命伤，双双倒下。这下局对小智可是压倒性不利，毕竟龙虾小兵之前的攻击对吞食兽完全没有效果，能打赢真的是小智只会牛逼和龙虾小兵的硬实力了。3为此花风这个训练家很会精打细算，他先是让莫入娥使用石化弓将煤炭龟的铁臂封印，接着换下莫入娥，直接拿出了属性占优势的哥达亚，一发水炮加上疯狂乱抓，直接秒掉煤炭龟。4为此正宗大钢蛇实力超群，仅一发铁尾加2发挖洞就干掉了小智皮神。面对这等强敌，小智拿出了煤炭龟，煤炭龟先使用铁臂挡掉龙之吐息，接着使用过热给大钢蛇重创，但是降低了特工之后的煤炭龟很难继续造成有效伤害。虽然使用铁臂规避了挖洞的伤害，可是最后还是倒在大钢蛇的龙之吐息之下。这只大钢蛇一口气秒掉了小智的鸟之强敌，最后还是森林蜥苦战才赢下来的。5为此哲野，这是小智在风云联盟打的最后一场对战了。面对哲野的狡猾天狗，小智拿出了煤炭龟，对方的狡猾天狗极为敏捷，躲开了煤炭龟的喷射火焰后，使用踩踏和硬子球反击。小智再一次让煤炭龟使用喷射火焰，哲野企图让狡猾天狗再次躲开，可是他逃跑路线已经被看穿，被煤炭龟瞄准一发喷射火焰击败。哲野于是拿出了超力王，这是超力王的特性是后脂肪，火系招式对其效果不好。超力王挡掉煤炭龟的喷射火焰后，将煤炭龟击败。6为此神代可是手握3神珠的超级大神，以小智当时实力只有开挂才能赢得了。面对刚系的雷吉斯奇鲁，小智拿出属性占优势的煤炭龟，煤炭龟前期打得非常优秀，使用火焰对雷吉斯奇鲁造成了很高的伤害，并且还身手敏捷，躲开雷吉斯奇鲁的多次招式。面对雷吉斯奇鲁的大招电磁炮，煤炭龟的火焰对攻也丝毫不落下风，就算是无法躲避的锁定电磁炮，煤炭龟也尽可能的使用铁臂挡住，并且还利用他的电磁炮让雷吉斯奇鲁也陷入麻痹状态。可是神兽毕竟是神兽，煤炭龟再怎么努力也超不了神啊。但是客观来讲，小智的对决还是指挥的可以的，煤炭龟也表现得出色，没有赢是完全可以体谅的。7为此神兽男达克多，这是一场根本不可能赢的对战。小智第二只宝梦就是煤炭龟，显然小智是认可煤炭龟的输出能力的，但是没想到却被达克莱伊的一发恶波动直接秒杀。所以总的来说，煤炭龟的战绩确实不好，但是他对战敌人是真的不弱的，所以和火焰鼠一样都放在小智第3梯队。那么最后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火焰鼠和煤炭龟谁才是小智手里最弱的火系宝梦呢？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